欢迎收看天桥下，我是木字编。今天要编的故事是当个创世神，盘古开天。这个频道是专门编故事给你听的频道，喜欢的观众欢迎订阅。故事开始。创世神是宇宙的创造者，他不是一个神，而是一个种族，一个能够创造万物的种族。这个种族的人身形高大，大约2到3公尺高。身体半透明，可以看见体内构造。位于身体中间的金色圆形核心就如同心脏。他们创造万物的能力就来自核心。他们的工作就是选定适合创造生命的行星，在行星上创造生态与生命。创世神的工作都在一个巨大的办公室里进行。每个创世神都有一台专属电脑。这台特殊电脑可以接收他们的核心传达的力量，然后跨越宇宙空间打造世界。一个创世神打造一个小星球，大约需要1个月。这一天，当每个创世神都努力敲打键盘，一个名为盘古的创世神却坐在电脑前动也不动，呆呆地看着电脑萤幕。坐在他对面的卡波伸出手指对盘古弹了一下。一颗发光的珠子从他的指尖出现，打在盘古额头，但盘古毫无反应。卡波又弹了一次，这一次的珠子表面带着电流，电流把盘古电得头顶冒烟。盘古用那3指的手摸了摸头，说：“哦，你干嘛？”卡波说：“我还想问你干嘛嘞？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会不会混得太明显？是不是在想哪个女生啊？”盘古说：“才不是呢，我只是觉得没意思。我们一辈子坐在办公室打电脑，看着荧幕里的世界一块一块的组成，却从来没去过那些地方。我甚至怀疑到底有没有那些地方。如果看不到自己创造的世界，那我们坐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今年才18亿岁，我还要这样做多久？”卡波说：“那你又能怎么办呢？”盘古说：“我要亲临现场去创造世界。”卡波说：“你疯了吗？我们创世神从来都是远距创造，没有人去现场创造。”盘古说：“凡事都有第一次。”卡波又弹了一颗电波球，说：“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没有人去现场创造，而且你说要带我去旅行的，什么时候才要带我去？”盘古说：“我有办法。”盘古去向创世神委员会提出申请，身长比盘古高1倍的委员从自己的座位站了起来，说：“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外面的世界是遥远而危险的，况且这个先例一开，将来所有创世神都想效法，该怎么办？我们只需要安全的在创世星上创造世界，没必要冒那个风险。这件事没有可能。”请求被拒绝的盘古没有放弃，他坐在球形的委员会大楼前广场好几天，吸引其他创世神的注意。委员会无奈，只好考虑将他的提案进行表决。委员会主席为了打消他的念头，对盘古说：“外面的世界可是充满极端气候，不像我们创世星这么舒适。为了证明你有足够的能力和决心，你必须通过外星环境模拟测试。”所谓的外星环境模拟，只是一间空白的房间，专门让创世神们用来模拟环境状况。创世神可以通过模拟来了解不同环境适合的素材，但模拟屋通常用来测试素材，并不用来测试人。盘古在进模拟屋前，卡波问他：“我真搞不懂你耶，舒舒服服待在创世星不好吗？为什么要受这种罪？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”盘古说：“我这么做就是为了寻找意义。”说完就走进了模拟屋。负责操作模拟屋的操作员在电脑上点了几下，盘古脚下突然变成一大片冰块，四周也像堆积木一样堆出冰山。随着冰山越堆越高，温度逐渐下降，墙上温度计显示出-120度。盘古感觉自己的脚趾已经开始麻痹，温度继续下降到-200度。这已经超过一般创世神可以忍受的温度。盘古这时冷到鼻涕都流到地上。这时主席来到操作员身边，主席用麦克风对盘古说：“盘古，为了你的安全，必须提高测试极限，
你接受吗？盘古点点头说：“尽管来吧。”主席手握住操作员的手，将操作杆推到底，温度一下子就来到-273度，这是宇宙中能达到的最低温度，称为绝对零度。盘古的身体外结了一层冰，把它冻得连核心都要停止运转。主席曾听研究人员说，创世神最低可以忍受-273度，不超过3分钟。主席看着手上的表，在2分50秒的时候叫操作员移除冰块。昏死过去的盘古在温度升高后才又醒过来。接着主席又让操作员在模拟屋建造火山岩浆，盘古的四周立刻出现岩浆。刚刚恢复室温的盘古，马上又得忍受超过1000度的高温。盘古咬牙忍受着高温炙烧，忍不住挥动双手。委员会主席这么残忍的考验他，目的是为了让盘古打退堂鼓。身为主席，如果他同意让盘古去外星，却让他回不来，到时候人民会指责他；但不让他去呢，又会被舆论说他古板胆小。因此，提高模拟强度，让他知难而退是最好的方法。但是打死不退的盘古，接受远超一般创世神所能忍受的环境极限，依然没有动摇他的决心。盘古在持续的高温中开始脱皮，创世神只要脱了皮，就会变得脆弱。卡波看着盘古开始站不稳，但他看主席没有想要停手，反而要求操作员再拉高温度。卡波冲向主席说：“你在做什么？他已经脱皮了，随时会死啊！”主席说：“他脱皮了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注意。”主席让操作员停止测试后，就独自离开。卡波开门冲进模拟屋，抱起虚弱的盘古说：“你还好吗？”盘古说：“放心，死不了。”卡波打了他一巴掌说：“可恶，害我担心死了。”盘古的坚强促使委员会通过决议。1个星期后，在高速飞船上，盘古带着3个队友前往编号 ATPV4982 行星。终于如愿的盘古兴奋不已。他这一次的创造之旅有一个条件，委员会要求他们必须在1个月内创造完成并返回创世星，否则盘古将被降级为操作员。和他同行的是卡波、利斯和尤能。卡波比他年轻1亿岁，聪明而且美丽。2人是青梅竹马。卡波从小就说要嫁给盘古，但盘古只把她当成自己妹妹，而且她才刚18亿岁，现在结婚还太早。利斯是盘古的学弟，是个技术宅，没有修不好的东西，但是有点脱线。尤能是盘古的死对头，也是主席的儿子，很明显是主席安排来监视盘古的。盘古一看到上飞船的尤能就说：“你爸说要安排一个人给我惊喜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明星，居然是一条臭虫。”尤能气愤地说：“你说谁臭虫？你这个盘子！臭虫，盘子，臭虫，盘子！”卡波对2人发射电波球，2人被电得全身发抖。利斯设定好航向，飞船缓缓离地，咚的一声消失在航空站。利斯忙碌地用3指在萤幕上滑动。玻璃窗外的光像霓虹彩带那样飘动。利斯说：“从这里到目的地要经过7个虫洞，大约5天就可以到。”卡波点点头后离开座位，到后面的椅子，对着椅子上的2块冰块说：“我放开你们2个，你们可以安分的坐好吗？”盘古和尤能用眼珠子上下移动。卡波敲掉2人身上的冰块，盘古立刻掐住尤能的脖子。尤能对盘古丢出水球。盘古被困在水球里，他拍打水球却打不破。尤能说：“傻瓜，从里面是打不破的。”卡波也向尤能丢了1颗水球。卡波说：“哎，我为什么非得跟来呢？我应该是在美容院做头发和美甲。”卡波解除盘古头部周围的水，盘古吐了一口水。卡波说：“我以为你要带我出去玩，没想到是要去工作，早知道我就不来了。”盘古说：“卡波，你听我说，我……”卡波懒得理他，手指一弹，盘古的头又泡进水球里。5天很快过去，飞船脱离第7个虫洞。利斯看着萤幕，抓着头说：“奇怪，我坐标打错了吗？”盘古看他们所在的位置和目标行星差了87光年。盘古说他的目的是亲临现场创造世界。
至于是哪一颗星就不重要。于是利斯找了最近的一颗叫做地球的行星。不久后，飞船降落在地球陆地上，侦测系统回报地球大气环境安全。飞船舱门开启，4个创世神走出飞船。盘古看着眼前绿油油的大地说：“这里跟我想的不一样。”一只头上长24只脚的绿色怪兽冲向卡波，盘古将卡波推开，闪过怪兽。又有一只冲向油冷，油冷准备用冰块素材攻击怪兽，但却在最后一刻故意向左跨一步，让怪兽直接撞上盘古。原来眼前这一片绿色大地全都是绿色怪兽，数以千计的怪兽全冲上前，他们急忙进到飞船，怪兽全都冲向飞船，发出撞击声。撞击声从底部向上移动，为了不被怪兽淹没，他们只好启动飞船，让飞船升高。利斯将飞船变成透明，看着下方聚集越来越多的怪兽，利斯收集资料库，疑惑地说：“奇怪，这里没有被创造，怎么有生物？而且还都是可怕的东西。”盘古拔着身上的刺丢向油冷说：“没关系，既然来了，把这些怪兽清除就好。”于是他们从飞船上用电脑消除怪兽。当怪兽都清除了，盘古就急着想去创造世界。利斯和卡波也准备一起去，只有油冷借口说要看守飞船，不想去。利斯说：“干嘛带他来拖后腿？”盘古说：“你以为我想看到他吗？肯定是他那个伟大的主席爸爸派他来拖延时间。我要是没办法在1个月内回到创世星，他就有理由派我去扫厕所了。”3人到了飞船外，在脚下变出风力板，他们各自站上风力板就漂浮起来。他们升到离地300公尺高，才发现地面还有原始人的存在。就在他们飞船附近有一个原始人部落，原始人部落周围是大片的黄土平原。3个创世神开启手臂上的电脑，从萤幕中点选草原、树木、岩石、河流等素材，然后点选放置在地图中的黄土平原上，那些素材就凭空出现在地面。一个原始人正倒出葫芦里最后一滴水给自己儿子。原始人皱起眉头，突然觉得双脚一阵冰凉。他低头看见脚下出现一条河流，他大叫一声，后退离开河流，然后弯腰捧起河水喝了一口，接着兴奋地又叫又跳。孩子也开心地全身泡进河里。孩子母亲看见树上的红色果实，摘了一颗，小心翼翼地咬下一口。香甜多汁的苹果是他从没吃过的美味，他呼喊家人一起分享。原始人不明白这些是怎么突然出现，但有人发现飘在空中的盘古3人。盘古3人慢慢下降，原始人看着巨大而半透明的他们，因为害怕而纷纷后退。男人们还捡起石头准备攻击。盘古来到原始人面前，他伸出右手，手心突然出现苹果，他的脚下一踩，地上出现一个洞，所有人都又退了一步。盘古将苹果放进洞里，浇了些水，洞里就长出苹果树，树苗很快长大，开花结果，结了许多苹果。所有原始人都大声惊呼。一个小孩向前抱住盘古的脚，所有人都上前抱住3人，表达感谢。盘古流着泪说：“我在电脑前做了10亿年，创造了200多万个世界，200万次加起来都没有这样的感动。”卡波说：“你真没用，这样就哭。”盘古转头看卡波，卡波早已泪流满面。盘古3人跑遍地球各地，打造出高山、草原、沙漠、海洋、森林，建立了丰富的生态系。看着亲手打造的世界，盘古心中无比充实。由于工作非常顺利，他们只花了10天就完成建造。3人准备回飞船时，原始人还为他们送别。小女孩送他们每人一只怪兽的大腿骨作为纪念。这时，大地突然震动，地面裂了一个大缝，树木、河流、草原都掉进裂缝里，地面隆起一座火山，火山喷发出岩浆，让森林成了火海。平原上出现龙卷风，把人和树木卷上天。卡波和利斯急忙操作手上的电脑，但阻止不了天灾的速度。盘古心想，这一定是油冷在搞鬼，于是他冲进飞船，但只见油冷在沙发上睡觉。
他对有冷踢了一脚，说：“喂，是不是你在搞的鬼？”有冷睡眼惺忪地说：“搞什么鬼？我在睡觉啊！”盘古看着亲手创造的世界崩坏，内心痛苦不已。他们回到飞船上补充素材时，利斯发现素材少了大半。盘古问有冷说：“素材呢？”有冷一脸无所谓地说：“我觉得用不了那么多，出发时就留了一半在创世星上。”盘古抓起有冷的领子要打他，被卡波阻止。他们又花了10天重建，但是因为素材有限，和第一次相比差了很多。他们刚创造完成，没想到一转眼，地面上突然出现巨大机器人，机器人四处破坏。盘古要利斯查看是谁在搞鬼。利斯用飞船电脑发现，在地球外有另一艘飞船，但并不是创世神的船。有人在一旁说：“你看，我就说不是我弄的。”卡波说：“我听说有另一个种族和我们有相同能力，但他们更擅长破坏。他们喜欢看人绝望的表情。”盘古气愤地说：“可恶，居然一次又一次地破坏我的世界！”这时，他们的飞船突然遭受炮击。利斯急忙在飞船外架起一堵金属墙，但炮击没有停止。利斯眼看金属素材就要用完，为了抵挡炮火，他连蘑菇和海绵都拿出来用。利斯说：“这样下去挡不了多久，盘古快想想办法。”盘古要利斯继续防守飞船，他们3人下去收集素材。有人说：“别看我，我不去哈。”卡波说：“我们要是输了，你觉得你回得去吗？”有人不得已只好下飞船。他们收集地面的素材，把素材传送回飞船。巨大机器人用大脚把所有东西踏平。他们很快发现盘古3人，便转而攻击他们。3人也收集机器人身上的素材，机器人被一块一块挖掉，更多机器人被吸引过来。机器人开始2个或3个的组成更大的机器人。3人一边挖素材，还要一边防止机器人攻击。有人抱怨盘古说：“都是你，害我得跟你一起来这鬼地方。”盘古说：“你有时间抱怨，不如赶快挖。”他们脚下突然钻出一只大机器人，有人用岩石素材压制它，但岩石完全挡不住。眼看机器人就要攻击有人，幸好盘古及时拆除机器人手臂，才救了有人。有人说：“鸡婆，我可没叫你救我。”盘古后面来了一只机器人，手臂挥向他。有人推开盘古，自己被手臂击中，从风力板上掉下去。2个原始人把他拖到树下掩蔽。不久，盘古和卡波也都被打下来，3人都受了重伤。没有素材的利斯也挡不住攻击，飞船坠落在地，四周的巨大机器人不断向他们靠近。盘古看着受伤的卡波，还有原始人恐惧的眼神。身为创世神的他，18亿年来第一次感到无助，看着自己身上的伤口流着淡蓝的血和里面金色的核心。卡波说：“盘古，你想做什么？”盘古说：“事到如今，只好用那招了。”卡波大声说：“不行，你会死的。”盘古说：“但是不用的话，我们全都会死，这些地球人也会死，地球会变成一片废墟。我一直想亲眼见证自己创造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就让我来守护。”说完，他取出自己的金色核心。创世神的核心拥有无限素材，拥有这个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出想要的素材。卡波流着泪说：“你这个笨蛋！”盘古把核心放在卡波的手臂电脑上，原本归零的素材显示出无限符号。卡波将素材传送给利斯和尤能，2人立刻造出巨大炮弹，一举打败所有机器人。敌方飞船见状加速逃离，利斯在他们前方筑起一座厚实的铁墙，敌船一头撞上，瞬间变成一团火球。没了核心的盘古渐渐失去力气。卡波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傻瓜，这么做值得吗？”盘古虚弱地说：“值得。”原始人围着盘古跳起舞。盘古看了看四周，用他最后的素材在大地创造草原和河流，在身边种了一棵苹果树。看着苹果树开满花，盘古说：“好美，地球好美。”盘古的牺牲造就地球的壮丽风景和多样生态，他的事迹将在地球和宇宙间永世流传。
好的，今天的故事就编到这里。喜欢我的故事，欢迎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。